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《沧海传》庆功宴要来了，网传谍报剧组不放人，一定要全员齐聚啊！剧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。《沧海传》庆功宴全阵容成谜，主创团聚路上还有多少绊脚石？哎呀，说句扎心的实话，多少人为了《沧海传》没合眼？刚播完，风头正劲。结果一转弯，庆功宴又成了新悬案。不是说都要欢天喜地聚在一起吃顿饭吗？这年头，连个庆功宴都能折腾出悬疑剧既视感，真是让人头疼。微博刷爆，朋友圈狂聊，话题老是没个准信儿。有人爆料肖战最近忙得脚不沾的，档期被谍报，上部封顶拉满了，到底能不能给放人也没谁说得准。想见主角，可比买彩票中头奖还难。看着尴尬不？一边粉丝在网上跳脚快聚齐吧，一边主角被新剧组紧紧攥着，心里也不舒服啊。咱这些剧粉最怕的就是主创要一块出现，结果不是缺胳膊就是少腿，一桌饭结局比剧还烧脑，心里憋着，那种感受太熟悉。每次这种庆功宴风声一出来，弹幕群聊直接扎堆。你看，平津侯、沧海、师傅、香案图，还有那一家子，都盼着能同框。这哪是庆功，分明是办个圆梦的成人礼。微博底下全是全员必须到场啊！我太想看了。热闹是闹腾，遗憾还是有。可是你们以为组场饭局就那么随便？导演、制片公司哪方不谋个利字？有兴趣的不止粉丝，隔壁粉头评论，这要是真齐了，我能高兴1个月。谁知道背后多少人在角力，是为了颜面，还是卡着流量的点？台前饭好酒好，幕后暗流涌动，谁不是算盘噼啪响？有个说法特别魔性，这些合体场面偶尔像烟花噌的一下亮过了，下一秒全无踪影。拍个合照，发点采访，顺便炒热第2季，这是真的庆祝还是商业秀？有老观众一句话，字字扎心，对我们来说，看一眼合体比剧情反转都管用。别说粉丝们心里搁不住事，说白了，剧里遗憾太多，师徒情未完，家族线未续，角色交代一堆问号。现实中哪怕见面几分钟，都像给观众打了强心剂，仿佛痛苦能少3天。这日子真真假假，合体一场能化解多少遗憾？想象一下，一桌子主创巨头，老友聚旧，粉丝隔着屏幕跟着落泪。可现实摆面前，都是高强度新戏开机，谁顾得了往回赶？肖战档期满档，谍报上不封顶的仔都不舍得放手，你说领导方不方？粉丝是真苦。有网友酸气十足，哪次不都是压阵的主角给溜号，剩一桌边角料在硬撑场面？有点道理，谁也不想捧着瓜等主角，最后只看到临时连线或后期拼合的假全家福，那滋味不比虐心结局好多少。饭圈也好不到哪儿去，近1年这套路都快烂大街。谁抢 C 位，谁抢镜头，谁临走才捧场，都是一场场的无声较量。主创其实也挺难，既然接了一堆活，每头都得给点面子，不容易。艺人公司和出品方横竖是要松口的，但舍不得。一放人，就等于放掉自己的曝光时段。听有业内人站出来，声音冷冷淡淡，合体是商业利益，粉丝情绪只是顺便。扎根现实吧，饭桌上的团聚很难不成了流量游戏。大 IP 剧追得久，谁还不清楚那点操作？一切为了热度，真的情谊圆满之剩下些许期待。一场庆功宴真能治愈谁的遗憾？有的观众坐等意难平，有的商家算着借势推第2部。你说这本事谁高一筹？
但现实永远是演员被夹得进退不得，粉丝要圆满，公司要利益，主角每天空中飞人，怎么可能全场无缺？要全员合体，这指标比登天还难了。看热闹的都懂，这种热闹背后总是乱麻一团。你想想，饭局圆桌座次都要安排出名堂，谁主位，谁次席，都能分析一晚上。每个人都有算盘，每一步都打着小99。不愿大家吐槽，真想看庆功宴，别变成商业流水线。庆功宴不只是个仪式，本质上是舞台上的又一场表演。平台要广告，演员要刷存在，粉丝要圆梦，所有人都不想做配角。正因为这样，主创到齐成了最大谜题，也是最大吸引力。俗话讲，越难得的才越惹人争抢。想见主角巨头，粉丝愿意等，主创愿意拼，奈何现实太骨感。有的人为了几分钟镜头，档期排到飞起。庆功宴到底能不能救回大家未完的情愫？说不准，大概率开心和失落一半对一半。可能有人到不了，但一帮人穿同样的衣服，说着彼此打趣的话，也够看个热闹。流量变现已成行规，你说不是商业？连全员合照都快成定价清单了，但谁让观众愿意掏心？关键时刻，情怀被消费的一分不剩，只等着下次把情绪再翻炒一遍，再卖一波。哎，谁又怕谁呢？只要主角能冒头，粉丝照样磕得飞起。翟家老大爷都看明白了，这剧跟咱过年一样，哪家能全员到场才算团圆？可谁家年年都能赶上一桌不落？有的缺东家，有的晚点归，哪都一样。越难越想圆，越圆越难得。谁都不傻，明知道那背后全是资源调度，可真的主创没到场，拍大合照都觉得空落落。倒不是非得合体不可，可生生把大家的盼头吊起来也挺闹心。主创们奔忙是常态，庆功宴就像一道分水岭，有的来了，有的欠席，各有各的苦。粉丝们怨归怨，情感上还是盼着大团圆。就像家里过年盼孩子回家，宁可等到半夜也不愿缺席。网友有句话讲得对，不强求，但要有心。还有人看得通透，合体庆功是陪我们做梦。其实结局如何，没人会真疯狂失落，但更多的人觉得，这不是圆不圆满的问题，是一种期待被当成消费品的无奈。可以不圆满，但别太明显当交易。蹲主创合体的粉丝都懂盲盒那点事儿，永远不知道谁能出现，合体就成了飘忽不定的彩蛋。谁也不敢信这事有多真诚，有时导向一场社交游戏，比拼的压根不是情怀。演员到不了，全员聚不上，欢呼声还那么大吗？会不会有人心里默念，算了吧，别再消费我们这些老粉。庆功宴成了酱油，有点不痛不痒的遗憾。大家越想齐全，结果越难如愿。好不容易来了半桌人，剩的都靠美图和回忆充数，太多悬念反而成了另一个卖点。你没发现，现在连粉丝都觉得自己像韭菜，割不完，吹不够。一个仪式，一次合照，一个拥抱，全变成了下一个瓜的预告。还不是哪个平台和公司在后边互相攒着劲头，怕谁抢了风头，丢了热度。饭圈吐槽的也没错，主创轮流卖艺，观众轮回买单。现实和理想一对比，又灰又扁。有人理直气壮，别强求，不来不来。有人还挺能忍，至少有几个剧就行。其实大家都清楚，庆功宴啥性质，每次炒作还不是看一眼谁最火。有意思的是，一场合体难搞到这样，情感上的遗憾和商家的算盘就这么你来我往。老年人都直摇头，演戏的也太累了，吃口饭都费劲。这还不是一句玩笑。
是真切的现象。观众挂念，粉丝上头，主角心累，平台焦虑。整体看下来，合体还是不合体？主创能全员露脸还查？有人盼结局，有人盼热闹。大伙习惯了期待，也习惯了失落。庆功宴这玩意，您说真就是仪式感吗？还是只剩点凑数的商业价值？咱还真不好说。最后我就想问一句，今儿个《藏海传》有主创不能到场庆功，您还买账吗？齐不齐真的重要，还是本来就是个说不清道不明的事儿？谁来给句实在话？到底是大家的心里还挂着团聚，还是大家都明白不过又一场剧外戏？你怎么看？